如果此刻太阳突然从宇宙里消失了，地球上的人需要多久才会发现？答案绝对不是立刻，而是整整8分20秒之后，这才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在这要命的8分钟里面，地球上的所有人还在照常上班吃饭，而地球还在绕着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假太阳公转。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引力跑过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吗？广义相对论给出的答案会把你的脑子彻底烧坏，因为宇宙里根本没有引力这根看不见的绳子。空间其实就像一锅极其粘稠的透明胶水，太阳就像一个超级重的铁球，死死地砸在这锅胶水里面，把周围的空间压出了一个极深的大坑。地球根本不是被太阳吸过去的，它只是在这个坑的边缘不断打转。太阳一旦消失，那个空间大坑反弹回来的波动就像水波一样，需要8分钟才能慢慢荡到地球。原来我们每天感受到的重力只不过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时空错觉。这个把物理学彻底推翻的疯狂想法，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宇宙漏洞？故事要从1907年的一个普通下午说起。那时候的爱因斯坦不是什么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他只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里一个每天审查发明申请的普通小职员。那天下午，他坐在办公桌前发呆，突然看见窗外的建筑工地上，一个工人正悬在高处干活。普通人看到这个场景，顶多担心一句注意安全，但爱因斯坦的大脑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一场小型爆炸。他脑子里蹦出一个极其疯狂的念头：如果这个人手滑了，在坠落的那几秒钟里，他能感受到自己的重量吗？答案是完全感觉不到。他脚下的地板消失了，支撑身体的力消失了，那一瞬间的感觉和漂浮在宇宙深处的宇航员一模一样。爱因斯坦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意识到一个在地球上坠落的人和一个飘在太空里什么都没有的人，物理感受上居然无法区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引力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力。这个发现后来被他称为一生中最快乐的想法，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等效原理，听起来很学术，其实就是4个字：傻傻分不清。加速和引力傻傻分不清楚，但正是这4个字成了打开整个广义相对论大门的那把钥匙。接下来，爱因斯坦设计了一个让无数物理学家头皮发麻的思想实验。想象你被关进一个完全密封的铁箱子，没有窗户，没有任何参照物，箱子里有一台体重秤，显示你80公斤。问题来了，你究竟是站在地球上，还是坐在一艘向上加速飞行的太空船里？答案是你根本不知道，因为这2种情况下踩在秤上的感觉，物理上完全无法区分。爱因斯坦继续往深里推，如果你在这艘向上飞的飞船里打开手电筒，光线从一侧射向另一侧，光线会弯吗？会，因为飞船的地板一直在追光，从外部看，光的路径就向下弯了。那根据等效原理，在地球上引力场里打手电筒，光线也必须弯，但光哪来的质量？引力凭什么能把没有质量的光压弯？爱因斯坦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直到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更疯狂的念头：光没有弯，是空间弯了。这个想法疯狂到连爱因斯坦自己最开始都不敢相信。他找来了大学好友、数学天才格罗斯曼，2个人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拼命计算，整整耗费了8年时间，用掉了几百斤草稿纸，熬白了头发，终于在1915年11月写出了那个让整个物理学界颤抖的方程——引力场方程。这个方程外表只有短短1行，但它描述的是整个宇宙所有物质运动的规则。它告诉我们，地球就像一颗沉重的保龄球，死死压在宇宙这块巨大的弹性床垫上，把周围的时空压出了一个深坑。我们每个人并不是被地球吸住的，我们只是卡在这个深坑的斜坡上，不断往下滑而已。所谓的引力不过是弯曲时空留下的那个形状。但是当爱因斯坦把这套理论拿出来时，全世界的科学家笑疯了。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凭什么挑战牛顿大神建立了300年的物理帝国？有人当面嘲讽他，有人背后攻击他，搞的是犹太邪说，整个学术圈对他群起而攻之。爱因斯坦没有辩解，他只说了3个字：等着瞧。机会很快就来了。天文学家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水星这颗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每绕太阳转一圈，它的椭圆轨道就会悄悄往前挪一点点，每100年精确挪动43角秒。这个数字看起来极小，但牛顿的公式死活算不出来。一代天文学家对此束手无策，用经典力学怎么折腾都对不上。爱因斯坦拿起笔，用他的引力场方程算了3天3夜。当最后那个数字出现的时候，他激动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43角秒误差不到1%，分毫不差。人类第一次用广义相对论解决了经典物理学死活啃不动的硬骨头。但质疑的声音还是没停，爱因斯坦决定亮出最后那张牌。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比狂妄的公开预言：
当光线经过太阳旁边时，会被太阳质量弯曲的时空带偏，偏转角度精确到 1.75角秒。验证这个预言只有一个办法，在日全食期间拍下太阳边缘附近星星的位置和平时的照片对比，看看有没有偏移。1919年5月29日，全世界都在等这一天。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带着团队分别跑到非洲和巴西，同时架起相机对准太阳。日全食结束，底片洗出来，全场鸦雀无声。星光真的偏了，偏移的角度和爱因斯坦算的几乎一模一样。那一刻，牛顿屹立了300年的神像轰然倒塌。第二天，全球报纸头条写着：天空中的光线全部弯曲，人类的认知被彻底颠覆。昨天还是小职员，今天已是全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但这还远不是广义相对论最恐怖的地方。如果空间会弯，那时间呢？爱因斯坦的方程冷冷地给出了答案：时间也会弯。引力越强的地方，时间流动越慢。这不是科幻，这是每天都在你头顶真实发生的事。你头顶的 GPS 导航卫星，因为轨道高度高，引力弱，时间每天比地面快了大约38微秒。别觉得38微秒不值一提，工程师每天必须校正这个误差，不然你的导航1年之后就会把你带进荒野。你每次拿出手机导航，其实都在用爱因斯坦100年前写下的公式。而在宇宙中，有一种地方把时间弯曲这件事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黑洞。如果有人站在黑洞边缘，在那里只待了1个小时，回到地球后，可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的父母老了，孩子死了，而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一根白发都没多。这不是穿越，这叫引力时间膨胀，是广义相对论写进宇宙里最残酷的一条物理规则。2019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拍到了黑洞的真实照片。那个模糊的橙色发光环是质量相当于太阳65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坐落在 M87星系中心。那一刻，爱因斯坦的方程又一次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验证。而就在2015年，科学家用了整整40年时间建造的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突然捕捉到了一个持续0.2秒的微弱信号。那是13亿年前2个黑洞剧烈碰撞，时空震动产生的引力波，穿越了13亿光年的宇宙空间，抵达了地球。这个信号让你身体拉伸压缩的幅度比一个原子核还小10000倍。但这0.2秒印证了爱因斯坦100年前用纸笔做出的另一个狂妄预言，整整110年了，没有任何一个实验能推翻这套理论。2024年，科学家利用暗能量光谱仪系统回溯了宇宙过去110亿年的演化历史，结果再次完美符合广义相对论的预测。这个理论像一块永远无法被撼动的基石，压在整个现代物理学的地基上。但物理学现在面临一个让所有科学家集体失眠的问题：广义相对论描述大尺度的宇宙极其精确，量子力学描述微观粒子世界也极其精确，但这2个理论在黑洞中心和宇宙大爆炸最初那一刻会同时失效，而且2者互相矛盾，100年来无法统一。这道裂缝是宇宙留给人类至今还没解开的终极谜题。2025年，芬兰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量子引力理论框架，试图从更底层重新描述引力的本质。这可能是通往万物理论的一条新路，但答案仍然在远方。而这一切最开始只是因为一个发呆的专利局小职员看见窗外有个工人悬在高处擦玻璃，没有实验室，没有对撞机，没有超级计算机，只有一支笔、一张纸和一颗拒绝相信直觉的大脑。他用纯粹的想象力撬开了整个宇宙最深处的门缝。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你脚下踩着的大地从来不是在把你往下吸，是宇宙这张巨大的时空床垫被地球这颗保龄球死死压出了一个坑，而你只是卡在坑里出不来而已。你以为你站着不动，实际上你正以每秒11公里的速度沿着弯曲的时空向未来坠落。这一次永远刹不住车。